在厄瓜多尔的雨林中，有一座类似金字塔的巨大建筑，底边长约80米，高约80米，坡度为60度。这里每一个石头重量约为2吨。虽然这些石头不是均匀的凿成，但它们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金字塔约建造于12000年前。在遗址中最重要的发现是超大型怪异的制作工具，遗留在遗址中已有不可估计的时间，和大自然已融合在一起。这样尺寸的工具对一般人类来说是不可能派上用场的。2013年，厄瓜多尔文化部表示，这种结构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研究人员和地质学家布鲁斯·芬顿强烈反对这一结论。据他介绍，广场上的石头排列明显是人工的，在石头之间的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到将它们固定在一起的砂浆。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巨人留下的金字塔，甚至在金字塔下极有可能存在通道，而在它周围还有类似数个金字塔，有待探索。其实，在过去200年的北美发掘中，已经发现了1000多具高度为2.7米以上的骨骼。史密松宁学会也发表过大量关于巨人的报道。然而，在2013年，史密松宁学会内部的告密者揭露，自1900年以来，他们曾销毁了数千具巨人骸骨，目的是为了保护当时主流考古记录的人类进化过程。当然，也有许多人质疑销毁事件的真实性。建造金字塔时，人类是如何移动数吨重的石块？1881年，埃及的伊西斯神庙遗址中，提莫曼教授发现了一排墓地，里面的骸骨普遍在2.1至2.4米之间，而最大的一具高3.35米。该事件被多家报纸频繁报道，然而之后再没有任何关于骸骨的消息。1988年，一根长达38厘米的巨大木乃伊人形手指被刊登在欧洲的知名报纸上。手指的大小意味着这个人的身高将超过5米。这根手指甚至拥有一份真品证书和一张 X 光照片。根据1960年做的 X 光照片显示，这是一根真实的手指。在埃及前王朝的王都希拉孔波利兹还出土了一件5000多年前的石刀，刀的大小也并非常人所能驾驭。在埃及的各种壁画原型中，可以看到和真实的雕塑对比起来，建造者的身高约3至4米左右。这个挑着巨大石块的巨人身高大约在5至6米之间。古埃及最大的方尖碑在地下挖掘出来，至今这座长42米、重达1168吨的巨型方尖碑依然躺在采石场中。在这幅壁画中，巨人使用的盆对比真人的大小，可见这些巨人的高大。与此同时，埃及的巨石建筑也是举世闻名。距离狮身人面像不远处的河谷神庙同样是巨石建筑。These stones, basically all of them, are rose granite from the Aswan Quarry, which is 500 miles away. And just get a basic sense of the scale of what you're looking at, the size of them. But not only that, the thing is that this so-called temple is so incredibly ancient and pre-dynastic. It wasn't built by the dynastic Egyptians. This is much, much older, thousands of years older. It's a Comitian site. The Comitian culture existed here long before the dynastic Egyptians ever existed. And the amount of erosion on these stones indicates the antiquity. Not only that, look at the size of them. 500 miles away is the quarry. How were these stones moved here?